就是这一句话，让岛国的年轻人把哆啦 A 梦当作卖国贼，骂得狗血淋头。受教育的影响，大部分的岛国青年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先辈曾做过什么。动画中的太君就是当时战争带队的长官，因为正处于战争时期嘛，他担心动物园里的大象会受到惊吓，跑出来把街上的居民都踩成日料，所以他准备直接一枪崩死大象。太君的担心啊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看，现在战争还没到这儿呢，这破动物园就有个狸猫跑出来了。穿越过来的大雄觉得没必要非得搞死大象，把他送回家不就行了？长官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，现在外边正听着哐啷打仗呢，哪还有功夫捣鼓大象啊？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了经典的一幕。你看看太君多高兴啊，追着两人就是跑。其实这句话呀，在原版漫画中也有出现，当时两人还只是面带微笑的说了出来，不过依然遭到了岛国右翼的强烈谴责，作者不堪重负啊，于是在之后的动漫版中直接改成了两人欢呼雀跃的说出了这句话。之所以大雄和小哆啦要救大象，是因为刚才大雄的叔叔给大雄讲了个不可思议的故事。在叔叔小时候，动物园每周都会有大象的表演。有一回在跟大象近距离接触后，叔叔大受震撼，他感觉自己上辈子铁定是头大象，被迷得无法自拔的叔叔从此每周都会来看他。但没过多久啊，战争开始了，小镇被强迫送温暖，居民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叔叔也是被送往乡下种地。尽管苦得连饭都吃不上，但叔叔还是会省下钱来给动物园寄信，只为有朝一日能再见到大象。终于随着一声炮响，战争结束。回城之后的叔叔第一件事便是来动物园看望大象，但很不幸啊，这会儿大象已经被杀了。听到这儿，大雄和小哆啦已经气炸了，还没等叔叔把这不可思议的故事讲完，就拉开时光机准备回到过去拯救大象。没多久，两人来到了战争时期的动物园，但这个园里现在已经啥都没有了。两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关着大象的屋子，但此时的大象已经被饿成了皮包骨头。突然，饲养员提着食物走了进来，桶里的土豆都加了剧毒，这次的喂食就是要送大象归西。不过，饲养员最终还是因为良心不安，将土豆收了回去。饲养员告诉两人，这些土豆都含有剧毒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合着大象就是被我们俩杀死的呀。突然，大象用鼻子将土豆一个一个捡了出来。原来大象的长鼻子很灵敏，它是能闻出食物有没有毒的。饲养员告诉两人，毒死大象不是他的本意，主要是上级的命令，他不得不服从啊。现在正打仗呢，总不能让大街上的居民都被吓疯的大象踩成日料啊。另一边，太君听说大象还活着，气得拿枪就要亲自去处决他。但大雄和小哆啦的一通战败预言，直接给太君气爆炸了。就在太君的钢刀要劈到小哆啦的钢头上时，防空警报突然响了起来。下一秒，炸弹从天而降，躲过炸弹的几人赶忙去救大象。万幸啊，大象没有受伤。这会儿趁太君还没过来，几人准备带着大象逃出动物园。看大象都饿虚脱了，小哆啦掏出大力就往大象嘴里灌。下一秒，大象满血复活。为了甩开太君，大雄与小哆啦负责引开追兵，饲养员则负责把大象带出去。只见小哆啦掏出催眠喇叭，将一旁的摩托车催眠成了大象。两人坐上摩托象，开始与太君周旋。但最终啊，还是没玩过太君。摩托车撞树被分成了两半，他俩也成了太君的俘虏。另一边，在饲养员马上要带大象逃出去的时候，几个鬼子挡住了出口。大雄与小哆啦也被扔到了饲养员面前。此时，太君准备拿枪射杀大象，大雄一行人则是挡在大象面前，准备用身体抵挡子弹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象大叫一声，发出的次声波直接引爆了刚才落下的岩石炸弹。几人侥幸没被炸到，但太君就没这么幸运了，被大柱子直接压在了地上。看到这一幕，大象走到了太君跟前，这会儿太君已经快被压得局部坏死了。看大象过来，他慌忙去找武器，但下一秒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大象直接整了个好活，用鼻子搂起柱子扔到一边，救下了太君。经过这一系列事情，太君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他表示自己不是真想杀掉这么有灵性的动物，但是战争已经开始了，他也没有选择。这会儿，大雄和小哆啦表示他俩可以拯救大象，说罢便掏出了缩小灯，将大象缩小后塞到了火箭油桶里面，填上地址后直接送大象升天了。这玩意儿到达目的地后就会变成原来的大小，大象就这样被送回了印度老家。转眼两人回到了现代，正好听到了叔叔在讲故事的下半段。有一年外出探险，叔叔迷失在了印度森林，就在马上要归西时，动物园里那头大象出现在了叔叔面前。迷迷糊糊的叔叔感觉大象驮着自己走了很远，当他醒来时，自己已经到了山脚下的村庄附近。